不坐白不坐，快上。4个人挤在后座，像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一样，东看看西看看，想上手却不敢。有一个胆大的还伸出头去看魏无羡操作，随着魏无羡的转弯，像是要靠在魏无羡肩膀上。被蓝忘机一看，立马就缩回去了。几个人打着眼神示意，我觉得我脖子发冷，再向前你整个人都要发冷了，我们是不是不该上来？好像是。全场最高兴的就属魏无羡了，甚至还吹着口哨，爱惜的摸着方向盘，开完一圈下来还扒拉着方向盘不肯下车。蓝忘机拿走了他的钥匙，他就趴在方向盘上面装死。蓝忘机，下来！还是装死。蓝忘机也不恼，上手揽住他的腰。魏无羡猛地挣脱他的手跳了出来，腰可是他的敏感地，虽然蓝忘机不会对他做什么，但是要他大庭广众被蓝忘机抱下来也是不可能的。蓝忘机见目的达到，也没有多余的动作，一群人愉快地继续进行1周年的庆祝。直到现在，蓝忘机洗澡好，魏无羡不知道在聊什么，看起来心情比在聚会上还要好。蓝忘机不动声色地走到他身边，擦着头发问在看什么。没什么，口头这么说，可手指回复消息的快速程度也不是这么说的。话音刚落，蓝忘机就坐到他的旁边。虽说沙发够大，但是魏无羡不羁的坐姿还是被限制了一点。蓝忘机头发上的水滴在了他的手臂上。蓝忘机还没开口，魏无羡就放下手机，拿过他手里的毛巾，半跪起来，蒙上蓝忘机的头，照着他平时擦头发的力道呼噜起蓝忘机的来，一点都不像是在擦头发，倒像是在弱蓝忘机。蓝忘机也乐得被他这样照顾。眼前的人露出半截腰身，纤细却格外有力，一看就是经常锻炼。蓝忘机手一顿就想摸上去，又止住了。魏无羡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还骑在他身上，越靠越近，没注意到蓝忘机越来越深的眸色。别动了，为什么？你不舒服？终于擦完，魏无羡甩着毛巾去了厕所。你来干嘛？蓝忘机有些窘迫，想洗个冷水澡灭火，可是心上人就在这，为什么要用冷水灭火？哦，你还没洗澡？那让你先。魏无羡笑嘻嘻地看着他，仿佛真的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你……蓝忘机有些气急，泄气般转过身。好了好了，想跟我一起洗就直说嘛。魏无羡一把把他拽了回去，别别扭扭的。等我先脱衣服，你别急呀，等等等等等等。怎么了？强冰我啊，轻点。魏无羡攀紧了眼前人的背，用力喘息着。蓝忘机顶得又凶又急，虽然平日相差无几，但魏无羡总觉得他在想什么。稍稍的分开了许，很高兴。高兴什么？啊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不要太兴奋了，行不行？不行。蓝忘机像是知道他所想，顶了一记应道。厕所地滑不好借力，魏无羡几乎是挂在蓝忘机身上，等到做完人已经腿软的不成样子，蓝忘机让他踩在自己的脚背上，冲洗了一遍才抱人回去睡觉。晚安，魏婴。晚安。魏无羡困倦地翻了个身，往蓝忘机的怀里缩近一点。明天见。两人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魏无羡虽然撞到了脑子，蓝忘机不准他开车，但他也舍不得，也不是舍不得，是实在想开蓝忘机送他的新车，不是舍不得让蓝忘机开他的新车，但蓝忘机又不准，他只能好磨歹磨的要接送蓝忘机上班。好蓝湛，有你自己看着我，你还不放心吗？魏无羡终是如愿以偿的接送蓝忘机上班，顺便跟着他去上班。公司的小妹妹看到一个大帅哥拉风的开着跑车送自家老板来上班。你们说是不是蓝总的追求者呀？什么追求者？麻烦有点眼力见好吗？这都坐上车了，哪能还是追求者呀？蓝总是随便让人追的吗？我看80%是追到手了，这是来公司宣示主权来着呢。进来了进来了，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，居然能追到蓝总。魏无羡甩着车钥匙跟着蓝忘机进来，一人穿着西服，一人是简单的休闲服，却各有特色。蓝忘机固然好看，但魏无羡却是女生最爱的那一款，嘴角噙着笑，被那双眼一望，任谁都觉得是对自己有情的。蓝忘机不动声色地伸手嘘嘘揽住他的肩，进了电梯。我操！
是蓝总主动的，我看见了。我也看见了，他真的好帅啊，呜，怪不得蓝总要带在身边，这谁能放心，谁能放心？我觉得我好像在哪见过他，好眼熟。我操，是不是在国外的那个赛车手？是不是？哪个呀？不太认识。女生赶紧扒拉出几张比赛的照片，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讨论到底何方神圣。魏无羡跟着蓝忘机进了办公室，往沙发上一倒，就准备补觉了。8、9点起床对他来说还是太早了。蓝忘机拉下半截窗帘挡住光就开始工作，但很明显有魏无羡的存在，蓝忘机就没办法全身心的投入工作。虽然没有魏无羡在的时候，他也会看看魏无羡有没有给他发什么东西，但现在有人在就更明显的不一样了，时不时的抬头看向他，好像要确定一下才安心，又想知道人什么时候才行。指针悄然指向11点，蓝忘机思索了一下，魏无羡应该是吃不惯食堂的东西的，拿出手机想点外卖，沙发那边就传来响声。蓝忘机把桌边准备好的水端给他。几点了？11点啊，那可以吃午饭了。吃什么，我来叫。都好。魏无羡腾的一下坐了起来，打开手机就开始看。蓝忘机看着他挑选的火辣辣的一片，眉间一抽。毛血旺、辣子鸡、宫保鸡丁、文糖醋鱼。蓝湛，你爱吃糖醋鱼吗？清炒时蔬。东坡肉。好。蓝忘机看着他的馋猫样，忍不住的勾了勾嘴角。他其实对吃的要求不高，上班的时候也从未说像别人一样想要买点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，但是和魏无羡在一起，却忍不住爱上了这种有点小惊喜的生活，期待着外卖的到来。魏无羡嘀咕着玩手机，蓝忘机就走回去工作。过了好一会，魏无羡突然站起身来说要出去拿外卖。蓝忘机点点头，他就去了。可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半个小时，蓝忘机想了一会，好像去的有点久了，起身去找人，没想到看到茶水间挤了好几个人，还叽叽喳喳的。现在是吃饭和午休时间，蓝忘机自然不会多说什么，正想走过去，可其他人见到他都已经噤了声，此时只有一道声音还在高谈阔论。哎，你的签好了，下一个是谁来着？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？蓝忘机皱了皱眉，不知道是没想到拿个外卖的功夫魏无羡就可以跟他们混熟，还是生气魏无羡跟别人走得太近。蓝总，其他人战战兢兢，偏偏只有魏无羡毫不在意，像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，又像是看穿了蓝忘机的心思，大大方方地走到蓝忘机面前，牵住他的手。饿了，回去吃吧，再不吃要凉了。你也知道外卖要凉了。蓝忘机看他一眼，任他拉着自己走了。吃饭期间蓝忘机也没多说话，但他平时就是这样，时不言寝不语的。魏无羡一时之间也不察觉不到什么，还欢快地往他碗里夹着菜。这个毛血旺好吃，魏无羡又夹起一块，低调些许红油才放到蓝忘机碗里，